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黑襯衫一放就上熱搜，深 V、腹黑男、霸總感都是工作室算好的控場戲。內娛這口鍋最會炒的從來不是菜，是人設。今天肖戰這組深 V 黑襯衫物料一放出來，熱搜立馬起飛，評論區跟開了香檳似的，霸總即視感，腹黑男天花板，眼神裡全是戲，連胸肌都被盯成了公共資源。說白了，這哪是單純發圖，這是一次標準到不能再標準的形象投餵，目的就倆字：控場。別看網友嘴上喊的熱鬧，什麼高級，什麼優雅，什麼有故事感，真要扒開看，本質上還是熟悉的配方。工作室給什麼，粉絲接什麼，平台為什麼，熱搜就炒什麼。這套流程內娛已經玩到發臭了。先放一組有衝擊力的圖，造型必須有記憶點，最好能讓人一眼就記住。深 V 這種東西最省事，既能給路人一個視覺停頓，又能給粉絲一個集體高潮。順手再把腹黑霸總掌控感這種詞往上貼，人物氣質就被包裝得像剛從高定劇本裡走出來，實際上不過是鏡頭和文案的合謀。肖戰這次最妙的地方，不是衣服有多狠，而是時機卡得太順了。剛好《藏海傳》把他往腹黑男這條線上推，剛好白玉蘭提名又把演技這塊牌子端上桌。工作室再順手放點黑襯衫物料，等於把戲裡戲外的人設焊在一起。你以為他在發圖，其實人家在做關聯營銷，先把角色餘溫續上，再把真人形象往那個方向輕輕一推，粉絲就自動完成二次傳播，路人也會被帶着接受這個設定。這就是娛樂圈最省錢也最陰的玩法，叫做形象借勢，不需要你明着說我就是腹黑，我就是霸總，只需要給出能讓觀眾自行腦補的半成品，剩下的交給算法。熱搜和人類的自我投射，很多人都高估了明星的表達能力，低估了團隊的算計能力。真正會玩的人從不把話說滿，因為說滿了容易翻車，留半截空間，才能讓不同的人把自己想看的東西塞進去。粉絲看帥，路人看氣質，營銷號看話題，資本看轉化，大家都在同一張圖裡各取所需，最後裝作是公眾自發喜歡。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在於評論區那種集體上頭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，很多人已經默認明星只要長得對，穿得對，眼神夠對，就能自動被解讀成高級，甚至連腹黑感都成了可以被量產的商品。可問題是，腹黑不是皺個眉，壓個眼神就行，那是角色裡經由利益、慾望、算計堆出來的氣場，是真把人往陰影裡拽的東西，不是攝影棚裡吊個冷色濾鏡就能批發出來的。但內娛偏偏最愛幹這個，誰紅就給誰套一個更容易傳播的殼，殼越簡單，傳播越快，越能在下沉市場裡形成統一口徑。你看這次的評論就很典型，誇帥的，誇身材的，誇眼神的，像是同一套機器裡吐出來的標準化反饋。粉絲當然不是傻子，他們也知道這圖是來幹嘛的，所以最擅長的事就是把營銷痕跡說成自然散發，把精心設計說成天生優勢，把團隊操盤說成他本人有魅力。這年頭誰還真信娛樂圈有純天然的爆紅？所謂秒上熱搜，背後往往是一串非常現實的動作，物料提前預埋，關鍵詞提前鋪設，賬號矩陣同步跟進，粉絲站子和後援會統一跟進擴散，平台再來一個順水推舟，最後就成了全民都在誇。熱搜這東西，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賬本。別看標題上寫的像天降神蹟，很多時候都是有套路的。最常見的就是先圖後詞，先給你一張有爭議、有記憶點的圖，讓你忍不住停下手指，
再借由腹黑男教科書及高級感這類詞，把視覺刺激翻譯成情緒標籤，用戶一旦接受了這個標籤，後面的內容就好接了。工作室接着發，營銷號接着誇，粉絲接着轉，熱度像滾雪球一樣往前推，這不是審美，這是流水線。更妙的是，肖戰這種級別的藝人，團隊從來不需要把所有解釋都說透，因為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足夠成熟的流量接口，能接代言，能接劇，能接話題，甚至能接爭議後復甦的敘事。一旦一個藝人擁有這種級別的商業價值，外界對他的解讀就不再是單純看照片，而是看這照片能不能繼續給他增加議價權。說白了，工作室不是在分享生活，是在持續維護一個可交易的品牌資產。今天是黑襯衫，明天可能就是白西裝，後天再來個禁欲風。所有視覺輸出都圍着一個核心轉，怎麼讓這個名字繼續值錢？這套操作看似溫柔，實則極其狠，狠在它根本不靠你信，只靠你看。你不必相信它真的腹黑，只要你願意把腹黑這2個字轉發出去，傳播就完成了第一步。你也不必承認自己被拿捏，只要你停下來多看了2眼，算法就知道這圖能推給更多人，平台就知道這種內容可以續命。在注意力時代，最值錢的不是事實，是停留。誰能讓人多停3秒，誰就能多吃一輪紅利。內娛從來不缺這種看臉上癮的案例，前有一些人靠純欲風吃盡紅利，後面一旦人設老化，立刻換成成熟穩重、霸道總裁、冷面精英，換湯不換藥，都是把觀眾最淺層的慾望做成商品。還有人更絕，明明演的是苦情角色，宣傳時偏要往事業批高智商掌控欲上靠，仿佛只要把標籤貼得夠複雜，作品本身的空洞就能被掩蓋掉。問題是，群眾的眼睛可能會遲鈍，但不會永遠遲鈍。今天你能靠一組圖騙過一波流量，明天你的靠作品，靠持續輸出，靠不翻車來維持。熱度是最廉價的，留住熱度才難。肖戰身上還有個特別典型的地方，就是他一直很擅長把外界對他的複雜情緒轉化成可消費的討論度。有人喜歡他，就是吃他的乾淨感和穩定輸出；有人不喜歡他，就是看不慣這種被包裝的過於完整、過於標準的明星形象。但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，最後都被捲進同一個話題池裡，這就是頂流的殘酷之處。你罵他，他漲熱度；你誇他，他還是漲熱度。最慘的從來不是被討論，而是沒人討論。別看有些人現在把這組圖誇得像什麼神級下凡，真要放到娛樂圈歷史裡，這不過是老把戲翻新皮。過去多少人也靠類似的視覺營銷吃過飯。當年某些男星剛火的時候，靠的就是西裝、側臉、眼神殺，後來咖位上來了，直接升級成成熟男人禁欲感港風大佬。每次換殼都能引發一輪彩虹屁，可你再往後看，真正撐得住的，從來不是那一套濾鏡，而是作品、口碑、商業穩定性和公眾耐看度。殼子再漂亮，撐不起長期飯碗，照樣他的悄無聲息。還有一種更要命的對照組，就是那些被人設反噬的案例，前腳還在立清冷溫柔少年感，後腳一旦生活照、言論、行程、資源分配出了點縫，整個牌坊都能當場裂開。粉絲一開始總覺得自家哥哥姐姐是真性情，結果真性情往往是最貴的包裝，因為它最容易被現實打臉。內娛最殘忍的不是沒熱搜，是熱搜太會記賬。今天你拿什麼換來的，明天就要拿什麼還回去。肖戰這波物料之所以能迅速點燃情緒，原因也很現實。他不是那種單純靠話題博眼球的藝人，他已經有了足夠成熟的商業底座。
所以一張圖就能帶出很高的討論效率。品牌喜歡這種效率，平台喜歡這種效率，粉絲更喜歡這種效率，因為這意味着哥哥還在紅，而還在紅本身就是一種續命藥。至於圖背後到底有沒有精修，燈光怎麼打，角度怎麼挑，文案怎麼配，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結果呈現出來以後，大家願不願意繼續認這張牌。而這張牌最吃香的地方就在於它足夠統一，統一到幾乎沒有太大的失控空間。你很少會看到他團隊主動把某種過分危險的情緒往外放，因為一旦失控，輿論就會從誇顏值轉向審視細節，審視越多，漏洞越多。所以聰明的團隊永遠不會把火燒得太猛，只會讓它看起來熱，實際上可控。這種尺度感就是成熟團隊和野路子的區別，前者知道怎麼讓你覺得有料，後者只會把料堆到滿出來，最後一地雞毛。說穿了，肖戰這次的熱搜不是什麼奇蹟，也不是路人突然集體頓悟，而是一次非常標準的流量維護動作。他精準踩中了幾個點，角色熱度還沒完全散，視覺刺激夠強，粉絲接得住，路人也能看懂，平台樂意推，營銷號愛轉，幾方合力，熱度自然就上去了。你要真把它當成自然美貌引發全民自發讚嘆，那只能說明你對內娛的了解還停留在童話層面。回頭看這些年，內娛最穩定的真相就是形象永遠比真相先到，包裝永遠比本體更快抵達觀眾。那些看似隨手一發的物料，背後可能是一整套審美管理和輿情管理。哪張圖先放，哪種顏色先出，哪類關鍵詞先鋪，哪條評論先頂，哪批站子先轉，節奏全是設計好的。普通人看到的是哇，好帥，行業裡看到的是這波還能吃幾天，差別就在這裡。所以別總把這些熱搜想得太神秘，也別把粉絲的尖叫看得太真誠。尖叫是真的，流量是真的，商業價值也是真的，可背後的操盤同樣是真的。娛樂圈從來不是一個拼純粹的地方，它拼的是誰更會把純粹演得像真的。而肖戰這組黑襯衫物料，不過是這個行業又一次熟練地告訴你，別誇太早，別信太滿，別把包裝當本體，別把營業當人生。說到底，觀眾也不虧，至少還能看看臉；資本和團隊也不虧，至少又續了一波熱度。唯一真正被拿捏的是那些一邊嘴上說只是欣賞帥氣，一邊手指已經替別人完成傳播的人。這年頭的娛樂圈，最廉價的就是經驗，最值錢的就是你以為自己沒被算計。可惜啊，熱搜會過去，物料會下架，熱度會散，只有那點被精準餵養過的情緒，隔三差五還會提醒你，自己又當了一回免費打工人。